肖邦呢，他的很多作品呢是带西欧味儿的，就是法国、意大利味儿的。那这个作品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，具有意大利式的、明亮的，它并没有那种特别斯拉夫那种西斯拉夫比较忧郁的那种旋律。但我再给你弹一个，那你一听这个绝对就是非常波兰味儿的啊！我给你弹一个。这是波兰味儿，对，比较西欧的味儿，这也是西欧味儿，这也是一个非常西欧的味儿。所以它这个从早期的这个，包括第一首，意大利，这也是完全的那种意大利的这个装饰音咏叹调的这个，对，有那么一点点斯拉夫味儿吧，对，就这是有一点点斯拉夫味儿的，但是刚才这个是绝对是，你要如果说这是那不里或者是威尼斯船歌，我都信，就是那种感觉，明亮的，很美的。另外呢，弹肖邦呢，就是我说左手一定是辅助的，他和贝多芬不一样，就是贝多芬或者巴赫德式的这个左低音，莫扎特也有点辅助性啊，但是像贝多芬那就不一定是，有时候甚至左手更重要。对，那到后边的俄罗斯的那可能有时候中音已经抢过高音了，已经可能中声部是更重要的。比如说霍洛维兹把所有的曲子的中声部都弹成主旋律，他就愿意玩那个，就是与众不同的那个味道啊，就是等于是足球的这个中场作为这个主要射门手，这很有意思，都是远射，全是爆射，对，然后但肖邦就是一定歌唱性为主。绝对歌唱性为主，这没有话说。左手就是第二，右手就是第一，他没有像巴赫那种，就是一会儿左手变成了主，他没有。这肖邦，对，绝对是除了革命练习曲，左手是就是技术性，但旋律还在右手上。那么，肖邦也是我童年最热爱的音乐家啊我喜欢肖邦。14岁之前吧，肖邦是我最爱的作曲家，后来就发现还有很多伟大的作曲家，除了肖邦以外啊。但是我小的时候就是肖邦，还有其他，就是热爱肖邦到这种程度啊，因为他确实是对于东方人来讲，肖邦因为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来弹，就是包括亚洲人嘛，不光是中国人啊，他是比较适合亚洲人弹的西方作曲家，对，也是非常成功，作为推动钢琴的这个发展，肖邦是可以说是绝对的钢琴诗人，没有之一啊。对，那么我希望大家在演奏这首曲子的时候，能把你的这个真正的情感弹出来，把右手弹到真正的 legato。对，这个我还得说一下。记得啊，不要都往里弹，有时候。